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你的脖子是不是3天2头就会难受？脖子只要随便的一转就会咔咔响声，而且呢，只要脖子一不舒服啊，大脑袋就会显得特别的沉重，无处安放。我告诉你啊，罪魁祸首就是你的颈椎曲度出现了问题。我简单给你讲一下原理，你就明白了。我们的颈椎啊，正常是有一个向前的凸起，形成一个小的 C 型弯，我们称之为颈椎的正常曲度。在这个曲度之下，你的颈椎受力啊是非常均匀的，从颈椎中穿过的椎动脉也不会受到任何的挤压，你头脑的供血啊就会非常的好。而一旦这个曲度的力线啊遭到破坏，我们看这张图的对比啊，你就明白了，这是一个正常的颈椎啊，头在这里，重力向下，曲度形成一个很好的缓冲点。这个呢是不正常的颈椎，头在这里，重力向下，全靠肌肉啊承受头部的重量，久而久之啊，你的肌肉劳损啊、粘连啊、僵硬啊，你的骨骼也会因为受力不均匀而产生增生，向上的供血通道呢也会出现问题。看到这里呢，我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颈椎不好的根源。那么接下来我帮你制定一个计划，这个计划将会重新塑造你的颈椎。第一个就是加强颈椎后侧肌肉的锻炼，比如仰头抗阻力训练。首先，双手抱头向前方持续施压，头部做对抗的向后运动。这个动作对颈后肌群啊针对性强，没事啊就可以练习一下。还有一个动作也非常的好，叫做空手后抓，可以梳理整个脊柱力线，帮助肩颈回到一个较为理想的状态。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每天做上30下为一组，一天做上2到3组。颈椎后侧的强化是固然重要的，但是还有一点啊更重要，很多人啊都没有提及过。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久坐族，长期低头玩手机，伏案工作，坐姿不正确，这些行为都会持续的对你的颈椎造成伤害。必须规避这些行为啊，提前做好预防，才能让颈椎在问题严重之前啊有恢复的可能，否则呢都是无用功。就好比咱们的膝盖，当它产生疼痛信号的时候啊，你没有及时的注意，直到半月板开始出现损伤了，这个撕裂了，无法修复了，这个时候啊就已经来不及了。我建议颈椎不好的人啊，想要一劳永逸去解决这个问题，就需要配上一个支撑性足够好的按摩枕，避免低头、歪头等各种问题啊影响颈椎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，欢迎大家观看道家12式。这里面的每个动作都是百里挑一的好动作，由内而外的打开全身的经络，同时让我们身体里面的杂质啊越来越少，身体变得越来越好。今天啊，我们来讲一下道家的长寿步。老古话说啊，筋长1寸，寿延10年。想要长寿又健康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打开我们的经络，拉开我们的筋。为什么古人会这样说呢？古人通过观察啊，发现啊，但凡是长寿的老人，他们的四肢灵活度啊，能打得非常的开，也就是说四肢非常灵活。同时观察他们的手，观察他们的脚，发现越有力气的人，他们的手脚呢就越红润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？其实原理非常简单。我们身体啊是一个气血的大循环啊，主要的原动力啊是在于我们的心脏，手掌和脚掌是位于我们气血的最远端。我们的手掌越红润，证明着我们的气血循环越好；脚掌越红润，也同样是一个道理。所以，当我们的手和脚啊红润了，就证明我们的气血通了，我们的手和脚啊就更加的有力气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个长寿步啊，就是专门去灵活我们的四肢，打开我们身体堵着的地方，让我们的气血啊更加的通达，更加的顺畅。每天去走上一个50步，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，越来越延年益寿。好了，现在我来开始给大家来分享这个动作。首先啊，咱们来讲一下动作。这个拉筋步啊，分为2步，一个是手上的动作，一个是脚底的动作，分别拉的是我们整个上半身和下半身。所以呢，它里面每个细节啊都非常重要，大家一定要认真看。我们把动作拆解开来，第一个就是大家把手跟我一样这样摆好啊，这个姿势啊非常简单，你看啊，就这样去摆好，摆好这个姿势，手掌啊朝前，5指并拢啊，把这个姿势摆好，然后呢。把它摆好以后，我们再看腿，腿是什么呢？只要去做一个箭步蹲啊，你看脚往前一迈，然后身体向下压啊，压的时候呢，你注意啊，我的后脚的脚后跟啊是不能离地的啊，不能说你身体一向下，哎，脚后跟离地了，后腿弯了啊，不行啊，一定要把后腿绷直，身体往下压，脚后跟贴地。跟着我做的这个朋友呢，就能感觉到啊，你看我身体一往下压。
大腿的内侧、前侧，包括后侧、小腿，全都把经络给拉开来了。这个就是这个动作奇妙之处。然后我们要配合手上的动作啊，手上的动作和脚底一起配合去完成这个动作。手往前，然后呢，我们一定要记住啊，你看，比如说我是右手的手指朝上方啊，然后呢，我就要迈我的左腿，大家看，把手打开啊，你看回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练习一个基本步，你看右腿朝前，左手手指就朝上，大家看啊，你看2啊，后面脚后跟不能离地。啊，我们手指在往上顶的时候啊，你看，你要明显的能感觉你的胸廓被拉开，同时啊，手掌上面有一阵微微酥酥的感觉啊。我们再把这个动作给大家演示一下啊，走一个完整的，先把手啊摆好。现在我的是右手朝上，所以我们迈左腿，你看，来，保持住，慢慢的起来，好，转，2，好，回。我这里呢，因为我在往前走啊，可能会出了这个屏幕的一个范围了，所以呢，我只能简单的从后往前给大家演示。大家做的时候，找一个稍微空旷一点的场地，把这个动作啊练一练。手朝上，来看，1，动作啊不要急，慢慢做，好，转，来走，2。啊，你能感觉到你整个人啊被拉得非常的紧啊，包括我们的胸啊，包括我们的膀子啊，包括我们的腿部啊，都非常的紧。然后接着来走，啊，非常的舒服啊。再反过来转一圈，来走，啊，就这样反复的去做，啊，非常的好。这个动作啊，无形之中就把我们身上的经络啊全给拉通了，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。每天走上一个30步到50步，不仅啊强壮了我们的大腿，锻炼了我们的大腿，更能够拉开经络，促进我们全身的气血循环。好了，这个动作啊分享到这里，我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这个动作其中的原理，以及这个动作很多朋友跟着练了以后也反馈出不错的效果。我们每天啊一定要坚持的把这个动作啊去练一练，这样的话才能充分的打开我们的经络。当你的身上经络打开了，关节灵活了，不堵了，自然而然你的身体啊就变好了。好了，我是大伟，感谢大家观看道家12事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，欢迎大家观看道家气功养生。今天我教大家一个道家非常珍贵的方法，叫做脾胃金刚令。它和以往啊我们见到调脾胃的方法都不一样，它是通过道家的一个手势去引导着气，运化着脾胃。这个动作啊非常神奇，人人啊都可以去做，而且人人做完以后啊都能得出一个非常好的作用。我们把这个手势做好了以后呢，放在我们的肚子当中，自然而然的你能感觉到你的脾胃运化加速了。很多朋友还会感觉到自己的肚子啊咕噜咕噜啊直响，一会儿啊就想往厕所去跑，为什么呢？身体当中的浊气啊通过气的一个运化排出来了。那么这个动作啊其实非常简单，也非常好运用，只要你看过我们之前讲的第1节课程，学会气的一个感受，都能做出来。现在我来先教大家这个手势怎么去做。首先我们把小拇指这样扣在一起，然后呢大家注意看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啊，就是我的无名指啊是点在我的大鱼际和小鱼际的中间，劳宫偏下一点，尽量去往后靠一点啊。大家注意看，这样做好了以后，看我的手这样点着啊，点着大鱼际和小鱼际之间，中指扣啊，食指扣啊，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。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家可以看啊，这样的一个姿势。好，然后呢，这里重要的一点来了啊，我们大拇指靠后啊，就左手大拇指在后面，然后呢，右手的大拇指在前面。大家注意看啊，这是我的左手大拇指是靠近我身子一侧的，贴上去，右手大拇指啊靠前，形成一个这样的手势。大家仔细看一下啊，从我的这个正面啊给大家看一下，是这样的一个手势。我们现在手势已经结好了，这个时候我来告诉大家。我们的4个手指啊，都要往回发上2分左右的力，就是微微的往回发力。比如说我是个手势啊，你看结好了以后啊，你看往回发上2分的力啊，往回用劲。然后大拇指呢，双手大拇指啊是往下压2分的力啊，所以呢，你手势结好了以后还不算完，还要把每个这个力啊，你要搞清楚啊，有一些互相发力的感觉啊。手势结好了以后。好，有了这样的感觉呢，我们开始把这个动作啊对准在我们肚脐上方啊，就这样，
大概的位置是哪里呢？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大概在这儿啊，大概在这儿。好，对上去了以后，我们开始准备。好，保持住，慢慢的把小腹往内收，啊，就这样。然后眼睛微微的闭上。好，去寻找什么样的感觉呢？非常重要，这里啊，就是我们之前拉气的感觉。啊，就是自己拉气的感觉，一种若隐若现的感觉。这个时候，这种感觉啊，会在你双手之间和我们的肚子之间传导啊。手势先打好，然后放在这里，眼睛闭上，心要静。好，这个时候你感觉到一股气从我们的手上往肚子之间跑，这个时候重点就来了啊，我们要把这个气啊，慢慢的往下去引，引在我们的肚脐上。好，把手再贴近我们的肚脐，小腹内收，保持住3分钟左右啊，2到3分钟，逐渐的感觉这个气啊往里面去窜，然后慢慢的去做一个顺时针的一个旋转啊，右上吸气，左下吐气，右上吸气，左下吐气。其实这个动作啊，它在做的时候，当你引气从我们的这儿到这儿啊这一段距离的时候，你能明显的感觉，很多朋友啊敏感一点的，就能感觉到自己的肚子啊开始咕噜咕噜叫了。记住了，这个方向一定不能搞错，你千万不能上来啊就把这个手势对准着我们的这个肚脐啊，不能上来就把这个手啊对准着我们的这肚脐，一定要把这个手啊把这个印你看结好了以后。对在我们的一个胃部，然后慢慢的往下走到引气到肚脐，然后保持3分钟，让气啊往里面去走。好，这个时候很多朋友3分钟左右就开始能感觉到肚子里面开始有咕噜咕噜响了，甚至能感觉到这个自己的脾胃开始运化了，然后开始帮助它、协助它来上吸，缓缓下去吐，下吐，上吸，下吐。就这样如此反复，我们去做上一个10下到20下，整个过程加在一起5分钟，这就是脾胃金刚令。其实它的核心是在于我们的手势，在于我们的气感，引气往下走，进行一个脾胃的一个运化啊。就这样，你做完以后，你能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小腹当中啊胀胀的、热热的。然后你只要经常做，气感越来越强，你会发现这个小腹当中啊非常的舒服，暖洋洋的一片。这个时候，你的这个脾胃金刚令啊就练好了。我们坚持啊，正常去运化一个15天为一个基础啊，做上15天以后，休息个10天到20天，再做上15天。这样的话呢，你的脾胃会一层一层的强化，而且在做上3到5天左右，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啊，你的脾胃运化好了，很多地方都能改善。比如说身体啊更有劲了啊，吃东西啊消化吸收更好了啊，这个肠胃出来的一些东西啊变得更加结实了，不像原来那么稀啊，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改善。好了，今天的方法就分享给大家了，希望大家看完道家气功有所收获，并且把今天的这个内容转发收藏起来啊！这个内容实在是非常的宝贵，会的人啊基本上很少。我是大为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谢谢大家。